千里马，千里马，千里马战，千里马，千里马，千里马战，千里马，千里马，千里马踏。36骑，火上切入后继。是别的两倍过的风，光的仙人揭开冰封，南天的温东方，真力来敲响金钟，千分万丈的究竟绕进来是神，原因是我肆意前行，没时间让我星空，对我的下场被模糊的不止我光，要时刻擦亮你内心并不如刀枪，那脸前锋芒无暇肩膀上的风霜，将一散去，我才开始启动暴风，各个凶神恶煞恶霸，个悬崖勒马，想方设法明白在壁上刻下了无牵挂后再奔腾策马，痛快边疆塞外世世代代应是将火被击败，历史有太多太多记载，死不带走，生不带。秉笔就是直心，血就是力，立一家之言。汝心不正。非攻是攻，有人在惘然之中。若是想要维持时代的秩序，来试试看能冲破碰，打破中的神秘的枯萎。天山被雾气包围，红尘里望穿清水，望不穿的不一定会。你是风沙般的正义，出双展示的纯粹。明知没有结局，要全力写下后续。别退避，别一声叹息，别坐以待毙。任由你72变，我依然36级。巴尔先生，巴尔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！大哥出事了，有人举报父亲私写国史，伪造屠臣。什么？父亲写史书的事情，只有我们还有他几个最亲近的弟子知道。究竟是谁？究竟是谁？我会查出来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哥。大哥怎么了？大概是不想父亲名声受损，大哥顶了罪，说那些都是他一人所写。私写国史，伪造屠谶，这可是大罪。那大哥他……不日便要问斩。我这就赶往洛都，你在家陪着母亲。我也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都不知道这一趟是否能回得来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我知道危险，可是二哥，从小到大，你偷跑出去干的那些事，哪一次能甩得掉我？撤！离洛都不远了。不过这个时候，城门怕是没开吧50便是行刑之时。我有一个大概的计划，或许能赶得上。撤！什么？好大的力气！啊，对不住啊，没事吧？惊扰了我家主人，你还想走吗？主人说无妨，让他们走吧。哎，主人还是醒了。
惊扰到贵人，还望贵人海涵。你却知道我是贵人。女孩子银夜急奔，必是急事吧？要赶去洛都。城门日出才会开。前面是桑林，夜里老有些游侠游女在那里玩闹，不妨一起去看看。等天亮一起进城吧。有此等惬意时刻，真乃人生幸事。真是惬意。俏秀折腰，美动人呐！去跳一跳。好呀，你可得给我抚琴。哎，听说一心鼓舞式神，便能得梦女相照，一解所困。你们说是真的是假的呀？哎呀，这谁知道？就是啊，你得看的。天亮之后。趁着月亮躲进了云彩，晚风也不例外，将银河的心思拨开。简单如飞雪般的纯白，怎么停不下来？一点一点缓缓落在脸上的脚印，一步步不敢靠近，只担心融化进，好像失去这重力。或许会有距离，深深慢慢无目的，不停息，不得已小心翼翼。为你梦自醒，思绪将夜色拉长，还未到天明，横穿微光，相伴又朝夕，只愿天空无知道，化作一颗星，照亮满荒。逐渐模糊的被冷冻，承诺也被人做，从来不会心疼过，为何不诚心的眼望，散落成了粉末，还在计划着。为你梦自醒，思绪将夜色拉长。朝夕，只愿天空无知的，化作一颗星，照亮满荒。为你梦自醒，思绪将夜色拉长，还未到天明，横穿微光，相伴又朝夕。人生寄于世，焉乎流转？我竟睡过去了。先生不知，我今年被噩梦所缠，睡眠从不得安稳，几无生趣。倒是同病相怜。我近期睡难安寝，只有在行驶的车内才能稍稍入睡，所以我常会在夜里乘车在郊外转到天亮。不想今日就遇见了你们，打扰先生清梦了。哎，其实也睡不安稳，睡时总陷入同一迷梦，颇为难解。可否讲讲你的噩梦？从小，先父训我读咏六艺、诸子、诗赋，后来要杂志、术数、方剂，我都能过目不忘。可怕的就是这过目不忘，我能记得4岁以后的每一天，能一天天的数到现在。哦，记得哪一天念了哪一段书，
先父读到哪一句时停顿了一下，打了个喷嚏。唉，那时念的书只是记得，但是不懂。到了14岁那年，我好像突然就懂了。之后就开始做梦，在梦里，那些书里的字会动，书里的人都活了过来。每天读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人，都像是看不到边的军队。我能看见他们的一张张不同的脸，他们好像缠住了我一样。先父说，我心念不纯，才性不正，才会梦到那些。唉，从此我都不敢睡长觉。我二哥几乎能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睡着，站着也能睡，但是都不敢睡长。让先生见笑了。还有这样的事，记得每一天啊，比起你，我要好多了。我近来一入睡，都会梦到一个高大的金色巨人从空中飞来，落在我家的房顶上，很高，很大，头上还有一圈白光。我总觉得房子会被他压垮。那是仙人。何出此言？先生头上之气清贵至极，枝上迎着一丝金兰，当是仙人的气运。你会忘气？舍妹天生就会忘气，百不失一。会是哪位仙人？完全看不出来，但金配西方，当是从西方而来。西方主行杀，可会是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西边的西边，更远的，应是极尊贵的仙人。我也只能看出这些了，但肯定是好事。那好，姑且信你。姑娘这番话让我心情大好。啊，天也快亮了，我们就此别过。与先生一见如故，敢问先生高姓大名？在下……哎，君子倾盖而谈，各奔东西。你我都被梦所扰，你叫我迷梦先生，我叫你噩梦兄，岂不更有意思？二哥，那个人真的可能是天子。若是这样，那还有3个时辰，便是大哥行刑之时，我们要抓紧了。先去耿家找耿公。啊，您找小少爷呀？他平时回来的不多，都住在雨林营里。那雨林营在何处啊？雨林营就在上东门外北面的宝架庄。不过，就是去雨林营也未必找得到他。碰到宿卫时，他就在宫里当值。差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去太学，小赵，你去寻耿公。现在正是雨林卫陈训结束，准备复职的时候，你直接去路上堵他。好。哇！
这箫声是小昭。帮你拔了一支凋零剑回来。谢过姑娘了。都是一剑封喉，真是好剑法。这些盗墓贼被抓住都是要受活剐的，我这是在帮助他们。可惜跑了一个。哼，跑不了。好剑法，原来真有射生剑士。弓射者，冥冥中闻声则中之。你叫什么？茂林翼耿恭。平陵翼班超。我妹妹小昭。你继续带队去换房，我要回营去老头那儿请假了。老头是不会准的吧？那就由他扣降。哼！撤！刘鑫惹一屁股棍子，没办法，有人来要我的命了。哈哈！撤！我是本超。在老师就前伺候，依然痛心。如今梦见有，我就是为此来的。我也正打算回院里召集同学们去送送梦见。我要带他走。我知道，总要将尸骨带回老师身边。我要带的是活人。这案子很蹊跷，我并不清楚详情，只说是有人告发，说搬家伪造图谶，私写国史。你知道苏朗吧？记得。以前他和你一起跟着先父学习。苏朗半个月前已被处斩了，罪名就是伪造图谶。问题是，他是在2个月前自首的，拿出了许多怪诞图册，尽是荒唐之言。却说是由老师所授，最后还告发了私写国史的事情。以前对他的印象还是很温恭的。在洛都，我和苏朗还多有交往。
只是在1年前，他拜了一个术士为师后，就日渐疯癫了。术士？倒是有些名气，叫于右玄。我是向来反对这些怪力乱神的。那就没人查他？据说廷尉府是想问询他的，但江湖术士有理无端，早已不知所踪。必须与这苏朗案切割清楚才行。谈何容易？孟坚也曾抗辩，但此案定性为谋逆，大了可以灭族。所以，他索性都一个人扛了，保老师清明及班氏一家的性命。我本对他颇多看法，但这种风骨，我是极敬佩的。所以，一定要把他带回去。撤！到时候，就请中任哥哥带着世子们闹起来，冲到刑台上。这个好办。只是事情不管成与不成，最后你作为带头的鼓动者，只怕以后再也不能进入仕途了。那又何妨？只是我有个问题，我可以说服同学们去请愿、去闹，却不敢说是去劫法场。等他们上了台去挡了视线，你们动手时，他们看清了，多半会四散。这毕竟是断了前程的大罪啊！我有办法让他们上了台，却不知道我们干了什么，最后你们也好撇清。这是什么？一坨屎！哦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这犯人是谁啊？怎么没带家呀？他可是太学院的班孟坚，两都赋听过吧？那就是他做的。如此大才，自然不用带家。哦，原来是他呀！哎呦，这是犯了什么事儿啊？听说是私修国史，哎，可惜了呀。那前面这些太学院的士子是打算？大概是希望能恳请复奏吧。哎呀，这可是天家亲自批的案子，想要复奏，谈何容易呀！报大人，太学院士子想要给犯人敬酒。哎，他自有他的断头酒喝，何须你们来敬？断头酒是断头酒，送行酒是送行酒。哎呀，这帮士子哟！
哎，放一个世子代表上刑台去敬酒。是。哎，盯紧一点，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就把人拉下来。是。哎，注意啊，别伤了人。是。哎呀，啊，去吧。是。多谢王兄，你我素来不和，不想今日是王兄不怕牵连，来给小弟送行。你我是学问之争，本无其他。君之一去，如庄周失会师，将士失影人。有众位相送，不虚此生。你是在找与你素来交好的傅毅吗？我叫过他，看来是没来。太学3000学子，赶来的不过300。如果有1000人请愿，未必不能逼着临行复奏，重审案情。本朝从无此先例。孟坚，此情此景，何不作诗？你有病吧？拿琴来，班两都要作诗了。作诗？啊，这是要做绝命诗啊！或许此诗也会和那两都赋一般名传不朽。哎，放他上去！啊！小周。搬家就靠你了。无需多言，自动退避。滚来阵阵。